然后呢，能让他们焕发出想做这个事业的动机还有优势，然后我们形成一个团队合作。所以，陪伴这两个字呢，就进入到了我的脑海啊。那我就想起来对应的数字就是1314号。应该说在6年之前，就是2016年左右，我参加了一次数字能量的国学的这个专业的学习啊。2万多块钱，当时觉得没学着啥东西，人家都换电话号码，我也没信那个邪哈，我也没去换电话号码。那么，这个数字的能量，这个在我的心中却扎下了根儿所以当去想到我们给伙伴的这份陪伴真的是一个终生的旅程。在伙伴无论遇到哪个阶段问题和困难的时候，我们都需要这份陪伴。哎，我就想起了1314，那么是透过1314的数字能量，再去回想1314该怎么去诠释。所以是一个倒推想到了陪伴二字想到了今天我们做爱健康的，去跟伙伴共同打拼江山的这样的一个作业方式，而想起了这个陪伴两个字，而有了1314这个数字，那么又赋予了它内涵。所以呢，我会沿着这7个主题给大家做一些基本的讲解就是1314的一些个核心的内容。那么关于会中会这个部分呢，我不会详细的解读会用另一个专题给大家去讲因为比较复杂做教练技术的整个的一个过程那么主要的呢是把我们做1314的一些基础概念，还有一些必要的流程跟大家能做一个展示更多的是让我们的新人增加对我们镇宅之宝的了解。好。那首先呢，1314被我们赋予的内涵是这样的一呢就是指一个创业者定位的伙伴就是一个创业定位者。那么这个3呢，就是要帮他谈下3个合伙人，也就是在520阶段，我们至少帮伙伴翻牌要翻到3个他能够加盟进来这3个伙伴可能是这个直接就创业定位了。也可能呢是模糊的对4P 有感觉，但是没有明确事业定位，都有可能那么当一个伙伴有了3个小伙伴的时候，是不是就变成了一个4人小团队呀？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向上找这个一这个此一非彼一，也就是说，这个一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人，而是一个教练组。大家都知道，在我们这个行业有咨询线之说咨询线就是我们的推荐人及往上的这些领导人构成的。那么我们这个行业里经常会说一句话我们的咨询线就是我们的生命线。当咨询线断了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像孤苦无助的这样的孩子一样，就没人管了，遇到问题没有人问了，所以咨询线非常的重要。而今天我们的咨询线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一个由几代咨询线组成的教练组，甚至还可以跨团队的去组建教练组，来为我们要启动的伙伴量身定做教练组的组成成员进行资源配置。这就是1314的意义。所以每一个新伙伴和我们的领袖们都要能够非常清晰的知道我们的1314指的是什么。大家理解了好那我们接下来1314到底有什么样的深远意义呢？在我们组织行销这个行业，其实谈人挺容易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6度空间，也有自己的亲人朋友3两知己死党闺蜜同学等等。所以其实谈人并不难，只要我们掌握了方法，真的初心为爱为利他。但是谈进来的人如何带下去，并不容易。这也是这个行业作为一个新行业给到我们的挑战因为我们在传统行业当中很少有借力的时候，很少有团队合作的时候大不了一个科室的伙伴在一起，但是各做各的事儿，各有各的分工。但是今天
我们爱上组织行销，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团队生意。那么13、14是给我们树立了2维空间，第一维就是向上的咨询线如何接力，第2维就是向下的伙伴如何深耕。所以我们会看到，我们通过13、14的陪伴，找到了在这个行业的破难之旅、破冰之道。也就是说，如何深耕下去，如何把咨询线打通。我们透过13、14就把它做了实现了。而我们打通了上下的任督二脉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团队既接力又深耕。所以我们说呀，它有4个非常深远的意义。第一个呢，透过我们的会前会和会后会，咨询线在一起讨论这场13、14，就会修复我们可能不太健康的咨询线啊。中间呢有了什么样的卡点呢？或者有什么样的相互的不理解呀？那么透过这样的一场一场的13、14，大家共同的去完成会前和会后，就会完成一个特殊的团建。所以它是修复咨询线完整性非常有力的一个抓手，打造一个上下同律的生命线，这才是对每个人共赢的一个举措。第二个，形成一个纵横的深耕，纵向有深耕，横向有联合咨询线也可以做横向的联合哈。那么透过这样的一个纵横深耕，而创造了团队的深度和热度。我们经常会说，任何一个团队都需要打造团队的凝聚力，打造向心力打造一个有温度、有热度的团队。那么透过什么样的机制呢？那么在传统里边，我们会有家庭聚会呀，有各种旅游有各种学习机会呀，有各种各种名目的一起的三三两两的工作时的活动等等。但是疫情一来了之后，这些全部停摆了，全部失灵了，对吗？那么如何创造这个热度呢？就变成了很多在这个行业里的难题。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平台因为疫情出现了大面积的人的流失和业绩的下滑，就是热度没有了。那同时呢，往下深耕的机制也没有了，因为见不到人了。那么我们的13、14在云端的这种一个手机一线相连、全球共享，创造了团队的随时的13、14向下完成深度的耕耘，向我们的整个的团队散发热度，散发我们的爱，传递我们的这份光和热。大家看是不是能够很好的在我们建设团队的7度空间上，最起码给了我们反疫情、反脆弱非常有力的抓手，让我们的深度不停，让我们的热度不歇。当然在这个期间，我们会因为启动了一个一个的伙伴，一条一条的线，而创造我们其他的7度空间完整的都可以实现。第三个，我们每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3个、4个伙伴，或者说跨界跨行的这个我们的咨询线而构成的教练小组，可以突破我们个人的局限性，让我们可以充分的资源整合、交叉赋能、借力、借能、借智。在我们燕之歌获得了这样的突破性的进展，破天荒的打破了这个行业的并购，说跨界不能联合跨团队不能合作今天我们已经把这个眼破开了哈让我们可以形成更大范围的借力、借势借能、借智那第4个呢，就是帮助我们每一位要启动的伙伴去组建团队。我们在整个的一个13、14当中，无论会前、会中和会后，都会完成一个深度的传帮带。会前大家在一起的沟通讨论、交流提示还有专业知识的一些普及。会后的总结，我们两相这样的不断的递进当中那么再结合着我们中间的实践，完全可以做到知行合一。所以每一场13、14出来大家都觉得特别的有收获。有很多伙伴会说，
我又被启动了，他是一个副教练，或者他是一个协调大师，甚至我们有的教练组长都会说，把我自己给启动明白了。所以他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彼此赋能啊，帮伙伴组建团队，从而也更扩展更大的一个团队的组建，在传帮带当中创造了一个多维的裂变。这是我们做131444个非常深远的意义。那么核心就是打在健康的去建设团队啊，去有力的发现人才，然后创造业绩倍增，这样的几度意义都在这样的4个数字当中啊，1314神奇的数字当中得到完美的呈现。那么我们做1314呢，我们说它是一个我们行动圈的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步骤，因为它在创造绩效，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非常的了解啊。今天我们做爱健康的绩效就来源于2个指标啊，我们有经典的教练技术的公式 ，performance 绩效等于 potential 潜能减去 interfere 干扰性的因素俗称这个 P 等于 P 减 I。那么任何一个事业都有它的 KPI， 我们讲就是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就是激励目标关键质量目标，关键绩效因素是怎么实现的。所以今天我们在爱健康，我们的关键绩效点就在于每个人的潜能能发挥到多大，每个人的被干扰的因素能够拿出多少，这一个向上一个向下，最后创造了我们最终的绩效。所以在任何的一个1314当中，包括我们的集体启动或者站桩还有我们的平时跟伙伴的交流当中，我们都要注重这个 P 和 I 2个因素，如何能够透过给伙伴的这份认同，能激发他的潜能，帮他做客观的优势分析，找到他的核心竞争力，如何把他心中所有的石头所有的障碍点都拿掉，所有的卡点都能解除这就是我们绩效的形成的机制所以我们要非常的明确，今天我们做1314不是只是一个简单的陪伴，是陪伴要出合伙人，要出生产力的，要出绩效的。好，那么在1314当中呢，作为每个教练，他需要掌握一些什么样的技能呢？要掌握这样的3把钥匙，透过3把钥匙去打开对方的心门激活他的潜能，拿掉他心中的障碍。那这3把钥匙就是结合着我们的这个做爱健康的3个大的基本功第一个基本功就是我们的生命故事我们的生命故事怎样的能够形成生命感召的力量，用生命去影响生命用生命去唤醒生命，用生命去拯救生命第二个呢就是4P 的输出，我们怎么用我们的整个的一个4P 的价值去为伙伴解决问题去答疑解惑360度无死角扫清他心中所有的阴霾和障碍第三个呢就是教练技术，这也是我们燕之歌系统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整个我们做团队的底层逻辑，就是运用教练技术那么这3个核心的技能构成了我们1314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教练，成为一个优秀的国际教练导师的3个重要的基本功好，那么我们每一场做1314的时候呢，在这做之前都要注重2个重要的准备接下来才是我们的会前会。这2个准备呢，就是2个重要的信息的搜集如果今天伙伴们你们已经完成了10人复购，即使没有10人复购，谈进来的伙伴有要表达做事业的，那么大家就在一个特殊的这个角色定位上，叫协调大使大家知道协调大使这4个字理解一下，协调就是上下沟通，对不对大使就是一个使者要进行方方面面的这些信息和资源的这种再整合就像派出去的一个大使一样在执行使命的过程里边。好，那么协调大使负责搜集2方面的信息，第一个信息呢，就是
当教练组确认之后，要把教练组成员的信息搜集开来。这些信息搜集完之后呢，主要是要做对教练组的推送。今天我们的教练组组合是为了帮我们的被启动的伙伴的，所以要熟练的去了解精准的去了解每个教练组成员的他的背景、他的过往经历、他的主要成就他的品格特质、他的突出亮点。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每一位100人以上的幸福长都在进行一个信息的这个集中那么对于大家的生命故事和爱健康结缘的故事、百字故事要体现这些方面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他的形象气质图片的展示还有就是他的一些基本的背景等等这些方面呢，大家搜集好了之后就成为我们对教练组推崇的一个抓手。那么当这些信息完善了之后呢，我们的协调大使就要在自己的要启动的团队当中来做推崇了。推崇最重要的是理解3句话。第一个，跟伙伴怎么来去讲。经常有伙伴说，哎呀，我想启动这个人，我想启动那个人，他不上线，他不想跟那个教练组来这场对话。那我就问他，我说你都跟他说了什么？然后他说某某某老师可厉害了，咱们跟他聊聊。但是没有说最关键的3句话。这3句话是什么呢？教练组是来帮我们的，帮我们来去解决我们的问题来去帮我们进行下一步愿望的实现，对不对呀？所以如何作用在被启动对象的就是这个点需求点和痛点的解决上，这是我们需要去做的。那么教练组他为什么能来帮我们？他可以有能力来帮我们，对不对呀？所以我们要推崇教练组如果你推崇不到位的话，那伙伴他不认为教练组对我有多大用，也不知道他拿到了什么样的结果，有什么样的专业技能，也不知道他有什么样的背景和曾经的成就，也不知道教练组的成员有什么样的人格特质和魅力，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对整个的信息的把握不够，那么你可能也没有很好的前提去把教练组成员推崇到位第3个呢，就是教练组是给我们成功经验和可行的下一步的方案的因为我们做启动一定是被启动对象有了要创业的意愿表达，光是用产品的人那还要在5段9根筋里，只有到了他想表达有创业意愿的时候，才是我们被启动的对象。也就是说，对4P 已经有一定的了解，可能在存疑或者对如何作业的方法，或者如何去规划自己的计划不是特别的了解和熟悉，还有很多卡点，那么这个时候才适合来做启动那么我们这3句话就是针对这样的伙伴来给出的切合他痛点、需求点满足的部分。所以我们把伙伴约不到线上，他不愿意参加启动，我们协调大使就来看一下自己是不是把这3句话落实好了，做好推崇了。好，那还有第2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搜集就是我们被启动对象的搜集那被启动对象你搜集的信息越全面、越具体越有关键的一些点的提示，那么被启动的效果将会越好，因为我们掌握的可能就是越精准那这些被启动对象的信息，大家看有这些方面有几个人参加启动他们彼此是什么样一个推荐关系？启动对象都有什么样的具体的自然状况悠长是什么？他有什么样的性格特征他做过什么样的职业？目前他的身体状况和健康观念如何？产品使用效果怎么样？有没有用上咱们的产品？家庭其他成员是什么样一个情况？目前收入状况大概是怎样的在爱健康它现在是个什么样的定位？尤其我画黑字的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是否听过爱健康的4P？有哪些问题和困扰？如果没有听过4P是不适合启动的，那就变成了在启动会上要做产品说明会了要做事业展业会了，那会浪费教练组的时间，那么你就达不成启动的目标了变成展业会了。所以必须是在基层去听过4P的，
或者是做我们的事业说明会产品说明会来去听过4 P 的，才适合做这样的启动啊。而且他能提出问题，只要他听过4 P，他想做这个事儿，他一定有提出问题的能力。我们在实践当中经常有伙伴提供的启动对象连4 P 都没有听过，然后也提不出问题经常说的一句话，我来听听，我就是在这儿听就行，不用让我说话这种情况是不是就不适合启动然后他有什么样的核心痛点和障碍点相关的咨询线都有谁很重要，对不对因为只有你提供的这些信息，我们才知道该配什么样的教练咨询线该怎么去组合他有推荐伙伴出来吗有什么样的推荐伙伴的这些信息什么样一个简单的情况买没买产品呢？是什么样的级别等等这些呢都需要大家尽量周细的把它提供起来。然后最后要写上你想启动这一组伙伴的目标是什么。比如说，有的伙伴还对我们的爱健康事业不够坚定，想做但是经常就是走走停停坚定的信心还没有那我们可能就要注重对4 P 的一些价值的讲解这个价值输出那有的伙伴呢，这有错字就是想做，但是用自己的方法。他没有进系统，不知道进系统有什么好处，就难带入系统有的伙伴呢是不愿意树立目标，或者不知道该怎么去树立目标刚刚起步那很期待能设一个10人目标，或者他已经是天使了给他做启动，很希望他树立一个找到合伙人一个100人幸福长的目标总之，我们协调大使要把你这一场要启动人员的你心中的目标写下来这个目标呢就会成为我们在会前会教练组的目标，或者我们可能还在目标上有所调整和深化给大家惊喜。你看是不是我们在会前会之前就要完成这2个信息的收集？这2个信息收集的这个好与坏那个信息的全与不全精准度怎么样？质量怎么样，直接关系到我们启动的质量，非常的重要。好，那我们划重点就是在前边讲解了这些方面，那重点大家需要了解什么呢？就说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1314是我们燕之歌系统拿到了巨大结果的，通过2年的时间拿到了这么大一个结果的方法，要100%这样的一个思维来复制它，就是不要存疑，不要怀疑1314它重要的这些意义、使命、价值还有我们给到大家的流程，叫用100%甚至200%这样的相信来做我们的1314那么假如你有一个想创业的伙伴，你就可以启动1314。那小规模的1314，你就用5页纸启动找上你的咨询线2个人你就可以跟伙伴来一场对话那你如果有2、3个伙伴，你就可以完成一场标准的大1314的启动。所以叫你有创业伙伴，叫立即借力，马上借力，时刻借力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借力思维100%的一个相信的思维和一个时时刻刻想着这个生意是一个要借力才能够成功的生意1314是个非常重要的借力的手段那第2个呢，就是大家要有这种合作和深耕的思维想着我们向上的这种合作，想着向下的深耕，只有把这个做到位了，我们的团队才能展现裂变。所以要借一切可以借的力量那你怎么能借上力呢？一定要有这6个字，知道感恩我们的上边的咨询线老师可能特别忙那我们如果不懂得感恩，就是把我们的这个领导人给我们赋能当做一个你一定要怎么样，那你可能也借不到太多的力，即使领导人来帮你，心里也不痛快，对不对呀？所以这种感恩的文化呀，直接关系到我们的成败第2个呢，就是合作就是上下同欲这样的一个合作意识当我们如果真的是没有借上力的时候，想一想我们对别人做了什么
我们给出去了，才能谈到叫 partner 是吧？合作的一个关系啊。我们只是伸手要不贡献啊，或者说只是索取啊不给予，那这都不叫合作。所以大家要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的合作的意识，来打造这样的一个咨询线上的良好的健康的关系的形成啊，让这种合作成为可能。第三个就是共赢啊，每个人都拿出自己的优势来合作，大家最后变成一个共赢的命运这个结合体。那不是用弱点来合作，不是用短板来合作，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能有任何的指责呀、挑剔呀，这个都是负能量的东西哈。哪一场启动，大家都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去汲取经验、汲取成长，下一次合作才有可能。如果一场1314做下来了之后，觉得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然后就各种负能量就出来了，那下一场可能就没有了。所以感恩、合作、共赢是我们做好1314非常重要的6个字啊，向上的这种合作和向下的深耕啊，把握这样的思维哈来做这件事情。第三个呢，就是有打仗的思维，打一场有准备的战役协调大事，充分的去做好这样的协调沟通，认真的对待信息的搜集当然，我们教练组组长、副组长也要做好很好的配合哈，把信息给到位。只有信息充分了，才能够让协调大使去做好推崇的工作，推崇到位了，这场战役才能够打得漂亮。那第四个呢，就是相信金石为开哈就是通过不断的我们做协调大使，成长为副教练、教练，刻意的练习，不断的积累经验，你就会掌握道术其用用专业去制胜。所以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做协调大使都是有一点晕晕的或者有一点马马虎虎的感觉哈。正因为如此那么每个伙伴有了他的创业者定位的这样的合伙人的时候，就可以发起协调大使。所以我们给了大家协调大使的脚本一念你都念出一个专业的领导人来所以凡是做过协调大使用我们的脚本的都会感觉到我怎么真的像那么回事哈因为我们今天隔着屏幕，你可以去念稿子但是你要带着真情去把那个协调大使的脚本消化好哈这样呢才不做作也不感觉生硬所以要用真情来做这份事业来去对待1314的每一次的启动只有我们的这个有金子般的心呐这个石头才是开的，是吧？所以这句话我觉得讲的特别好，就是整个1314这个陪伴，每个人都要投入自己的这种真心、真情、真意那么就会做出非常棒的一个结果，就会创造这个 difference就是启动之前和启动之后是截然不同的结果，伙伴是截然不同的状态和在爱健康的看见以及未来的行动。好，那我们再讲一下会前会会前会是我讲的重点，会中会今天不是重点，因为时间的原因哈。那么会前会非常的重要那么给大家的就是这个4个字母叫 PKKP，好记PK 嘛，你把它倒过来就是 KP 哈。然后大家顺便的，咱们也国际化一点，学几个英文单词第一个 P 呢就是 purpose 就是目标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刚才我们讲了，每一场1314你都有自己的目标，大目标是把伙伴激活然后拿掉他心中的障碍。那我们还有小目标，是不是一会儿我再给大家去分解那我这一场的目标都应该具体的是些什么第二个呢就是key person 或者 key question什么样的重要人物是重要问题需要激活和解决。第3个字母 K 是指的 work， 怎么进行教练组的分工和合作，各自承担哪些重要的部分，做好准备那最后这个 P 呢就是 process 就流程，我们怎么协和大使把这个流程能够很清晰的
了解，然后呢，在现场能够做出非常精准的表达这就是我们的会前会需要解决的。好。好，第一个呢就是 purpose 哈，就是我们的启动目标。那么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大家遇到的被启动对象需要解决的问题，可能就是我们要启动的目标。那一般呢会围绕着这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解决对行业缺少认识的问题就是不相信这个行业是有一个这么强大的杠杆，可以杠杆人脉、杠杆时间，能够在短期能够成功的，他不相信。就像我7年之前不相信是一样的，我经过1年半的时间才有了相信的能力，因为我看到了结果。但是有多少人能先相信后看见呢？很少有人，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解决这个很多人的这个问题，对行业的认识问题，还有对我们爱健康的平台价值的认识的问题就是对我们的4P 公司产品制度、团队系统运作可能有存疑的地方，这是大部分人要解决的问题要解决这些事儿。还有对系统如何运作，就是那个 how 那个系统怎么去运作的，他不知道他也不懂得借力，他不进系统还有呢，不知道该怎么去确定一个目标，也不敢设定目标对目标特别的模糊。你看，我们一般的情况下，这个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4W 对这个行业的认识是 why， 是吧？第二个 why， 平台价值，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行业组织行销、跨境电商、大健康，为什么要选择爱健康？锁定在这个平台上。第二个 why， 第三个就是 how， 那个 W， how 这个到底怎么能做成功那再就是 what， 那个 W 我该怎么去做？我第一步做啥？我第二步做啥？我最后我1年能得到啥？我3年能得到啥？目标确定的问题，这个就是大多数人就是存疑的，要来解决问题的。这是通常80%-90%的人都是要解决这些问题来的。那还有第二种情况就是他对创业比较模糊产品也用的挺好，也说用的好了，我也想去分享。但是呢，你想让他做创业定位呢，他舍不得现在的工作，或者他不舍得把时间花在这里，或者他觉得他自己没有人脉没有时间，没有人脉，没有能力我也没有就是这样的信心，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人呢？有太多这样的人，创业定位不清晰，那我们是不是就要导向他的创业定位？那这个时候我们运用的是啥工具呢？梯形分析表现在他的工作能怎么样的去达成他的梦想那么你如果加上了爱健康会怎么样？对兼职创业的人，你加上了爱健康会怎么样？对全职创业的人你现在已经疫情了，把自己憋在家里头了，那你转向爱健康会怎么样？所以要促进他创业定位的一个转变，而不是一个随缘分享者，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消费者这是很多要3要4我们要解决的，坚定在爱健康做一个创业者，做一个创业家。那么这个小小大大的目标要从一个简单的10人复购开始。所以你看我们促进他创业定位是一个高举高大从他现有的利益当中把它拔到更高的利益实现里，梦想实现里。但是呢，最后我们是从一个小目标开始的，所以他非常轻松的就愿意接受给他的指导，就拿着这个小目标走向市场了。这是第二部分就是我们通常启动的目标里边第三个呢，就是想做创业定位，可是就不想进系统，或者不知道系统有什么样的好处对这样的伙伴，那我们更多的可能是展示我们的系统如何让大家90天拿到了结果，如何让大家在较短的时间就做到了100人幸福长甚至在比较短的时间你就可以覆盖你所有的收入。是不是要讲系统作业的重要的流程，还有系统的给到他85%的赋能都是什么，然后给他展示90天
我们用系统怎么拿到结果的啊？你怎么可以从一个10人复购到30复购到100人幸福账啊？用3个月的时间达成你的100人幸福账，让他看到系统作业的这份结果，就是讲我们的系统它的积极的意义，讲结果。你看是不是基本上啊，我们被启动的对象，一般的情况下，大概就是在这样的一些范畴当中来迎接启动的。好，这是每一场启动要具体分析啊，能够在哪个点上是重点，然后围绕着哪个点去做我们的目标设定。第二个呢，就是启动关键人物啊。这个关键人物呢，我们实践当中啊，摸索就是3种人物是非常值得我们启动的。你看郑老师帮我找的这个图片是不是很形象？你要找到这个放大出来这个关键的人啊。这个人呢，第一种人呢，就是有影响力的，比如说来了2、3个人启动这2、3个人你不可能均衡的给到每个人的时间，一定要抓重点抓住这个重点人物，他就会影响他后边的人，其他被启动的人。这个重点人物是什么样的人呢？对的人吧，一定是对的人，是我们启动的重点。什么样的人是对的人呢？有影响力，有感召力，为人做事特别好，肯付出认知能力也到位然后这个很有时代感特别愿意学习然后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充满了人格魅力这样的人就是我们所说的红苹果类型的哈。那这就无疑会成我们的启动重点，你跟他的对话就会影响到别人。第二个呢，就是底部启动经常比如说有3个人来启动那我们为什么让大家去表达它的结构是怎么样的，彼此推荐关系怎么样的 ，A 推荐 B，B 推荐 C，C 在底部，我们肯定是把 C 当做重点。但是 C 如果是不对的人，那我们就去启动 B， 而不是只是启动 A。同样的3个人从底部点燃鞭炮效应，那么一串就活了。我相信这个道理大家都懂第3种呢，就是来的这3个人，你看不到谁是重点人物可能都是上边放下来的3个人，或者彼此没有太强的利益关系。那我们可能就搜集了大家的问题，把这问题解决了，大家的这个创业的这个激情好像都能焕发出来了。这个就叫势能启动，就是正在通过4P 结合着我们的生命故事，夯实信念，输出价值，解决重要问题，答疑解惑变成重点了。这个也是有的，这种情况也是有的。那么在答疑解惑之后呢，你跟这个被启动伙伴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大家可能都表达爱健康真的是挺好的，我愿意做一个加法我愿意拿出一些精力来做等等就是没有去找到重点人物去做启动，而是基本上均衡的给出了时间，然后有所重点的去做了市场问题的就是这些答疑解惑4P 价值的夯实这也是一种情况。所以我们基本上在关键人物的寻找上就沿着这个3个部分去寻找。好，那这个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医学术语就是这3种情形这3种情形呢是我们在实践当中在今年总结出来的。一个叫动手术，一个做搭桥，一个放支架。哎呦，看到是不是有一点有一点不太舒服的感觉但是又很形象大家看什么叫动手术呢？如果启动对象很多的情况下，他们之间呢又没有太多的联系，有的人是分布在你的左右两区然后呢有的人已经快要奔100人走了，有的人呢刚刚进来不久，想要做事业，不在一个能量级上或者也不在一条线上利益没有什么样的关系，人又特别多，这种情况就叫果断的动手术。像我们这个几个创业领袖，我们经常做这个动作启动拿来了7个对象，那最后我们就留下了3个，那7个那4个呢再找机会不要贪多。所以呢叫有推荐关系或者共同利益的伙伴来一起启动，效果比较好，因为他们之间会联动，2到3人为一，切忌贪多，影响启动效果，这个就叫动手术所以我们也有过没动手术的情形
就是协调大使强烈要求就是要一起来启动啊，最后效果不好。我记得有一次在那个就是我们厉总团队啊，加拿大的厉总团队，他一共是邀请了5个伙伴。那么有2个伙伴就没被关注到，因为时间不够用了。那3个伙伴最后的行动计划定的也不是特别的具体啊，所以我们在会后会总结的时候不能贪多，贪多影响效果，这个叫动手术，大家能理解了对吧？第2个呢就叫搭桥。什么叫搭桥呢？如果协调大使啊和我们有关教练组成间还隔着其他的咨询线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协调大使是我们的第5代，那中间还有4代人那这个协调大使呢就直接来找我们来了，所以也要做启动。那中间这么多的咨询线，有的可能是做的，有的是不做的。那有的呢可能是跟他联系密切的，或者是联系跟进不太密切的那他可能在这场13、14当中呢没有成为教练组成员，但是呢在会前会的时候只要是做的咨询线，没有特殊的一些情形的，都建议大家一起来做会前会。这是我们刚才讲的团建的重要部分，打通咨询线，让我们咨询线能够形成一个生命线，给我们助力啊。原先不通的变通它，原先借力少的把它变成可以借力更多的。所以呢，建议都把咨询线邀请到线上做会前会和会后会，因为会中会的时候可能不适合那么多人但是会前你知道你要启动的团队都是什么样的情形，特别重要的启动咨询线应该都在。会后会这场启动什么样的结果大家再做一次沟通。那么即使没有做启动的这个咨询线上的伙伴，他也会来去分担接下来跟进的一些方面，来成为我们给我们助力的对象，对吗？关键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能够创造更多的梦想、认知、行动的一致性让我们形成一个真的命运的共同体能够没有革新的去进行合作，这太重要了。所以可以实现信息的充分交流、思想团建和无障碍的合作，这就叫搭桥，搭的是咨询线的桥哈。那放支架是往下的，往下叫放支架。这种情况是什么样的情形呢？就是你被启动的这个对象下边呢，他带来了他的好几个人那么这个被启动的 A、B、C 都是被启动的对象，协调大使带来了 A、B、C 3个人彼此推荐关系。那 A 下边已经有2代了，但是呢，他的问题还是主要问题呢。那你说，在这个做13、14的场合 ，A 制造的问题会不会对 B 和 C 形成影响？今天我们去帮他启动 B 和 C 来了 ，A 还需要启动呢，这个时候怎么办？要放支架，要支起和 B 和 C 之间的能量场要开会外会，先把 A 叫上来让 A 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启动 B 和 C， 那把他的问题先解决，把线头的问题先解决，这就叫放支架，让能量畅通，一起给要启动的对象赋能，那就把 A 联合成为了我们教练组的一个特殊成员。虽然他也不是教练组的组长、副组长、协调大使，但是他在去表达自己的时候、提问的时候，他会站在去启动 B 和 C 的立场，去站在能够给 B 和 C 更好的帮助的立场，而不是问题的制造者也不是负面的传递者，这个就叫放支架。所以我们在13、14过程当中做了很多次的会外会，我们一开会前会的时候，马上就把会外会勾起来了，因为会前会发现还有 A 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我们先把 A 会前会的时候就把 A 叫上来，然后我们解决 A 的问题来听 A 畅所欲言把 A 变成了我们一个特殊的成员为 A 非常开心喜悦，然后跟我们一起来做被启动的这个工作他在这个13、14具体的启动的过程当中，他就会很好的扮演自己的角色，最后我们联合把 B 和 C 给激活，这个就叫放支架，要开会外会，大家能理解了吗？好，那我来跟大家互动一下到目前为止大家
有没有疑问的？如果没有疑问的，大家就打1314吧，说我都听懂了。大家来打1314，看看到这里的时候，大家能不能听明白？我们大家也活动活动手来喝一杯咖啡，或者来一杯泡腾片，稍微休息1分钟。好，能量共振，陪伴的力量啊。好 ，OK， 好，大家都听明白了，太好了。哎呀，这么多伙伴呢，哇，700多位伙伴。好，一会儿再给大家时间提问题啊。好，会前会做这个结构分析，还有会前会第3个就是这个 K， 就是教练组的合作分工对于我们现在的小伙伴们小白们，大家刚刚开启这个事业的对这部分呢，大家稍有了解就行对于我们教练组成员是要非常了解这部分的哈。那么我们的教练组呢，一般的情况下是由一个总教练和2个副教练以及协调大使4个人来构成有的时候呢，我们的副教练可能是1个人再加上协调大使，我们3个人组成一个教练组，看我们的情况来配置有的时候呢，被启动的对象是背景比较复杂，那我们可能就配2个副教练如果背景比较简单，比如说这3个人都是老师，那我们就找一个副组长是当老师出身就可以了。主教练是拿到结果的，各行各业的都行哈那配一个和他们身份相同的人。那比如说被启动的对象有企业家还有教师，那我们可能就找一个企业家朋友就是领导人，再找一个教师领导人哈。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就是做这样的资源匹配的一个配置。好，那么主教练他都应该做些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分工上一定要注意这几点第一个呢，就是他在这个做1314的具体的过程当中，要推崇他的副教练和协调大师。所以我们做得好的主教练呢，他非常有经验的他都会把我们这个教练组当做一个团队，一个 team 来进行跟被启动对象之间的介绍。那么副教练和协调大使肯定推崇我们教练组长这个时候我们要回来去推崇我们的副教练和协调大使，这才是一个 team 的感觉哈。因为今天被启动对象他们所对应的协调大使是他团队的领导人这个副教练也可能是他团队的领导人。所以今天不是我们做教练组长的来在这儿摆场子来了，来这儿那个炫耀自己了，并不是，是协助我们的副教练和协调大使来去创建他的团队。所以教练组长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回头推崇我们的副教练和协调大使第二个，他的重要的任务就是答疑解惑，一般的是主教练来负责答疑解惑。那么副教练如果也很专业，特别是有一些个问题正好适合他来答的时候，那大家可以来分担。那么教练组长还有一个重要的职能就是发问这个环节发问这个环节是教练组长功夫的一个最重要的表现哈。答疑解惑用4P，基本上每个教练组的组长、副组长都能做到，但是重要发问这是需要用教练技术的，这是他第3个重要的使命，要进行发问跟大家的这个互动交流最后呢，他要引导给出行动方案，制定都专属于他的 VIP 目标。所以你看，作为一个教练组长，你是不是要熟练的去掌握你的4P 才能答疑解惑，然后要能够知道伙伴们的需求和痛点他的整个的一个背景来进行发问用于教练技术的有力的问这个这个认真的聆听，还有这个有效的回应这样的教练技术去做好。那对于协调大使来讲副教练呢，就是先说副教练副教练要推崇主教练和协调大使。我们副教练在这个意识上还不够就是我们做了好多场的1314那么副教练拿过来呢，就是讲自己的生命故事，然后比如说他的分工是讲模式那他
直接他就是介绍自己的生命故事讲模式，他就缺少 team 的就是这个意识。那你的第一句话一定是感谢这个教练组长谁谁谁给了我这样个机会，可以参与到就是给到大家的这份帮助里边哈，我感觉非常的荣幸，也特别感谢我们的协调大使这个某某老师创造的这样一个机会，我们大家可以相互学习。我特别希望把我在爱健康的看见和宝贵的经验跟大家分享，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你最起码前面这几句话是不是给这么说呀？然后再讲自己的生命故事然后再透着生命故事里渗透着你要承担的部分这才是一个好的副教练那么副教练呢，要按教练组长的引领行动我让指挥棒是在主教练这里，让你去谈你承担的那个部分的时候，主教练一定会抛出话题，说请某某老师来给大家去就商业模式这个部分谈一谈他的看法，他是一个商业模式方面的专家那就开始推崇了。然后你接过话筒的时候，那你是不是就是讲自己的商业模式，就透着你的生命故事来讲？重点呢，你生命故事就是讲商业模式的。那么在关键的时刻呢，也可以做一些跟伙伴的互动就是做一些能动的发挥那我们做副教练的时候，不是就是讲完自己的生命故事和需要那个说的这部分拉倒了那可能你针对伙伴前边提出的问题，你也可能就模式这部分，因为这是你承担的内容，你给伙伴一些互动，所以副教练也是可以跟伙伴互动的所以我们有的副教练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还就是不能熟练的去运用这都是一个过程，都没有关系的那我们把它就是能够提炼出来了做检索的时候，你看你有没有跟伙伴进行互动能不能发挥你的能动作用形成很好的这种价值赋能慢慢的来进行成长。那我们的协调大使呢最重要的就是推崇教练组成员，那还有一个就是按照那个脚本的流程来执行，千万不要交错棒了开始怎么做，然后接着怎么做，那个我们那个脚本里是有明确的交棒的那个流程的，一交错棒了，主教练就失控了或者就乱了阵脚了所以沿着那个协调大使该做的那个脚本的顺序去做，是协调大使的使命。你说错了话都不要紧，但是不要交错了棒，这就是流程的重要性特殊的情况下，协调大使可以有一些这个应对比如说有的伙伴没有上线呢或者开不了话筒或者临时掉线了等等那么协调大使做出一些协调该怎么去接这个话，说这个事儿不要让这个教练组在这冷场或者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协调大使呢是整个上下贯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你说他是不是大使？你说是不是承担着很多的协调的工作？所以协调大使开始不会做的时候不要紧，你就按照我们给出的脚本去做，你就会做一个优秀的协调大使。好那关于这个中间这个部分，大家也可以暂时先不去了解它因为这个部分呢会在13、14的具体的进行当中给教练们来做深入的辅导大家先看这些结构性的东西这就是教练的合作分工。好，那么协调大使一定要在会前会复述启动流程因为每一场呢可能被启动对象不一样那么对怎么去讲开篇包括怎么做收尾，稍微可能会有一点不同你对行业领袖可能就是我们一个高峰论坛形式的，或者说彼此的行业探讨互相学习的形式的，以这样的形式开启可能更合适。那么你要调整你的话术那个前边的开篇。那么当我们遇到不同的这个场次的时候，协调大使都会把整个的一个他要贯穿的这个思路讲一下。那我们教练组的成员呢就会给他指导了哪些讲的是不是合乎分寸等等所以要借助协调大使的脚本实现流程化的管理，让人人可做协调大使，发起134的申请那么协调大使呢就是在这4个方面来去展开我们的流程。第一个就是对教练组的推崇之后，教练组成员自我介绍，然后把话筒给到被启动对象，
由他们自我介绍提出问题，之后就把话筒给到教练组长，你就可以放松了啊。给到教练组长之后呢，教练组长就开始调动答疑解惑了，是自己答还是合作来答哈？那整个的这个话筒就在他手里。那么教练组长在答疑解惑完了之后，会跟大家互动，有没有解答到大家的问题？大家还有什么样的存疑？然后马上进入到跟每个伙伴的深度对话啊，去进行破冰。那么破冰的过程当中，基本上是由教练组长来做的哈，因为这个多人来做也不好控制，基本上是教练组长来做。那么通过这个破冰，拿出他的障碍，然后把他的潜能挖掘出来啊。那最后呢，就由协调大使教练组长把话筒给到协调大使跟协调大使说你看我们这几位伙伴沿着你对他们的了解，制定什么样的行动方案，你觉得是可行的在你了解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内在30天或者说在90天这样的一个起步计划当中，你觉得给出伙伴什么样的建议是合理的？发挥协调大使的作用，去表扬他的伙伴，去认同他的伙伴，去进一步的跟被启动的对象去沟通。那么我们的教练组成员也会参与这个整个计划的评估，然后有的时候呢，可能还会给出进一步的目标哈那就柳暗花明了。所以呢，我们整个的协调大使这个流程里边就这4步那么沿着脚本深入展开就 OK 了。这就是会前会的4流程就是 PKKP。好，那会前会呢，我们一般情况下还会评估一个时间，就这场1314大概给做多长时间？一般的情况下，从我们实践来看，大概都在2个小时到2个半小时，2个小时能做下来的1314，是有，但是比较少。那么高质量的1314会前会一般都在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那会中呢都在2个到2个半小时，会后会可长可短一般的也在个把小时，所以整个下来一般都是在5个到7个小时。所以每一场的1314，它真的是要解决问题，看到效果，要达成我们的目标。所以为什么说它是创造绩效的一个过程呢？不达到目标，耗费这么长的时间，那还不如不做所以呢，像有的团队就是开始的时候可能没有完全理解1314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也没有体会到那个甜头，所以呢就比较草草的看谁要启动就聊一聊，没有会前会，没有会后会会中会呢就变成了这个520的那个升级版的 ABC 了。那我觉得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因为你不能一次性的让大家带着目标到市场上去奔跑。那如果说多次的启动才能完成它的定业这个定位这个定心定目标，那为什么不在一次当中完成呢？所以大家要非常理性的、科学的、客观的评估1314的这个时间价值我做过最长的一场1314，耗时7个多小时，就是会前、会中、会后，但是有结果，就把伙伴就激活了好，那一般会前会就是在我们的整个的2个半小时的分布里边那么前边的这个部分20分钟就整个彼此的这个介绍热身增强信任度和了解度那中间呢，就是伙伴提出的问题答疑解惑这个部分呢，就是用40分钟的时间那后边的针对每个伙伴进行潜能挖掘评估他的现状激发他潜能，给出 VIP 方案，你怎么着也要占1个半小时。所以2个半小时这后边的这个部分一定要占到1个半小时就是占到至少多少时间呢？就是60%左右60左右，是不是60左右？差不多60%左右，因为我们最后是在这个地方去激发他的潜能，然后给到他 VIP 执行方案的，这是我们要的一个果，这个果一定要拿到，千万不要虎头蛇尾前面答疑解惑时间就不够了，然后人家接孩子了人家要照顾老人了，或者又有这事儿那事儿约好时间了，整个就亮场了，没结果这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所以要把这个时间把控好，后边占60%，那这个40分钟这是占的多少大家来自己做一下评估
OK，时间安排。会前会我们来画重点啊，一定要聚焦，有目标的思维，有结果的思维，聚焦在你的目标上，你到底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那就一定要达成什么样的效果啊？那怎么能达成这个效果？一定要找到重点啊，强力突破啊。那么在会前会的时候做到客观评估，按科学的流程去走啊。会前会就是要目标思维，这个结果导向啊。然后实事求是的评估到每一个人，找到重点人物啊，做好这样的突破的点、破冰的点，然后做好这样的流程啊，千万不要交错棒了，这就是我们的重点。会中会这部分呢，非常的有一点小复杂，其实说复杂也不复杂哈，但是呢，我们把它总结出来呢，就是把它做得非常的有质量，然后有效果。我先简单给大家过一遍哈，我就过流程，我不讲解了哈，因为真的是需要时间来去体会这里边。会中会就是一个4A 的流程，第一个叫 assure 确认爱健康的价值，第二个呢就是 answer 啊答疑解惑，第三个 ask 有力的发问，第四个 action 有行动计划啊，这是我的一些总结哈，也可能不是完全的贴切，但我觉得基本上还是能够表达哈我们在这个会中会当中的4个阶段啊，如何通过你的生命故事带出4批。如何回答伙伴的问题？如何通过发问激活伙伴的潜能，把问题拿走啊？如何给到他行动计划 ？OK。那么教练赋能呢？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哈，就是它有几个这个环节啊。你看教练组的赋能呢，它有这4次亮相啊。第一次亮相就是自我介绍，讲你自己啊，这个愿意分享的看见来帮大家的是吧？很荣幸来到我们的这个小组里边啊，能够帮上大家，愿意把自己的这种经验经历看见分享给大家，给大家这种实践的帮助啊。那这是第一次亮相，教练组成员。第二次亮相就是结合我们的生命故事答疑解惑。第三次亮相就是激发潜能，生命唤醒。第4次亮相就是给到每个伙伴的这个最后要有个给到伙伴的鼓励和祝福啊，赞美咨询线，鼓励新伙伴哈。那么通过这样的4个回合，这是教练组的4个回合哈，来把握。我不解析了啊，等到这个部分辅导的时候，我再详细给大家讲。那么这是确认价值，刚才讲的是确认价值哈。那么实际上在刚才讲的是4个教练组赋能流程。那么第一个确认价值和回答伙伴的问题，就是运用我们的4P 啊。那这个4P 的展现的过程，就是让伙伴重建他的信念系统，去增强对爱健康的信念。那我们如何去做的呢？就是用我们的生命故事去感动对方，用我们在爱健康的认识去引领，用我们对爱健康的价值的这个解析去征服，用我们今天的爱健康获得的结果去证明啊。基本上就是四个维度啊，来去完成给到我们的伙伴的确认。好，那么我们在整个去赋能的过程当中，大家就是能够了解有5种思维。这些呢，就是慢慢再给大家讲啊。时间的原因，我不会讲的那么的具体了但是大家先了解一个框架。实际我们是有无形的东西在引领着我们有形的东西，我们表达出来的话语，传递出来的这些能量，它后边是有思维支配着我们的。什么样的思维呢？你看我们跟伙伴为什么可以有的时候交流甚欢，一场134下来就成为了好朋友因为我们有欣赏思维整个过程当中要不停的去给到提出问题的伙伴，还有跟对方做启动的时候给到对方鼓励，对不对真的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对方有某个特别优点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说出这样的话，你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你作为一个教练组长、副组长，你能说出这样的话，是不是让伙伴多开心呢？那他的确3人行必有我师，哪一个人身上都有金矿，关键是我们能不能表达出来。那我们从哪些方面去表达给伙伴的欣赏和赞美呢？能去传递给伙伴的这份爱和温暖呢？
你看他所处的行业所经历过的人生，他所代表他谈话当中所展现出来的气质特质他传达出来的能量，他展现出来的风格，所表达的观点，这些都可能会成为我们的认同点。所以欣赏是一门功夫我们如何把心中这份爱通过我们的语言，通过我们的这份表达传递出去，这是功夫这些方面以后再展开哈。那么优化选择的思维也非常的重要就是每一个行业人士，不管是在我们组织行销还是在其他传统行业，他都有梦想他为什么会选择那个行业？为什么会选择那份工作呀？不要否定他但是我们可以用优化选择的思维。我给了大家3个时间点就是和过去的关系，就是我们很多被启动的伙伴做过资金盘呢，或者是做过直销没有拿到结果呀或者做传统工作，你不能否定它，对不对呀？因为每个人的选择都有当下的那个就是合理性它都有一定的偶然性。你让我进入到杰斯，那我就是产品授仪，我就去分享了，那这多偶然呢？你说那时候我哪懂得它的制度是不是最好的或者它的这个企业能走多长远，我并不知道，我都没有这根弦儿，我只知道产品好，我就去分享了，这就是我第一家投胎的公司，对不对？所以它没有对和错的，所以它即使误入了资金盘，他没有拿到在某个平台的结果，你不能去笑话他，要感恩所有的发生和带来的成长与积累，要跟过去和解，要跟过去的我和谐相处，友好相处，不否定自己，也不否定别人但是呢，我们已经把它作为一个积累。今天我们遇到了一个新时代呀，我们的平台在那个迭代，制度在迭代，产品在迭代，时机点、天造人设，是不是团队机缘这些方面是不是都可以让我们优化选择的？都是我们优化选择的。这是什么呢？和未来的关系这些代表着什么？代表着趋势。所以我们如何能从过去走到未来？那看看当下我们现在正在面临着什么，和现在的关系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看到的是什么。今天我们不是走进爱健康了吗？我们遇到燕之歌了吗？那今天我们遇到它是不是有必然性偶然性当中就有必然性我们说来到爱健康是得到神祝福的，是得到宇宙加持的，是我们一定积累了福报才有的一份必然的结果，对不对？可是今天我们看是不是五行具备三才具足，天时地利人和，公司产品制度团队系统时机点样样都具备，那就是当下我们所遇到的爱健康。那这个爱健康你加入进来了，你未来会到哪里呢？那就是未来的趋势在引领着我们呢，裹挟着我们往前走。你要不要这件事儿，你要看和未来的关系，看趋势。所以我们去跟伙伴交流的过程当中，所有跟对方的对话，包括今天我们看到被启动对象到底是什么情形的时候，都是沿着这3点来做展示的，这叫优化选择的思维像我原先的这个平台，我固守在那里，我是舒服了，我是没有做突破别人不说我啥，说哎你是个忠诚的人，可是你的伙伴呢都挣不到钱，那是不是一个小我在作怪？那今天我带着伙伴能够走出了这个智库，再看我2年之前那个平台还是那个样子的时候，那些伙伴还是岿然不动，但是也是那个命运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看到今天我们做的自我突破是从小我到大我，是从一个人的结果追求团队的结果，从一部分人的命运到想帮助更多人改变命运，从平台的一个所谓的忠诚的价值到一个行业的价值的忠诚。大家看是不是我们要跟伙伴去解析这些个观念呢？这个就叫优化选择的思维，从过去和解到现在珍惜，到走向未来，我们会拥有更美好的人生，更美好的自己，更美好的团队，把团队带向一个更美好的巅峰。这就是跟我们所有的就是被启动的对象可能都涉及到这些就是无形的东西在牵着你怎么去交流。那我们要不要把我们爱健康平台的制度创新、产品迭代我们燕之歌的系统团队，还有今天我们所处的没有上市之前的这种黄金的这个timing的价值，以及我们平台的要解决社会就业一个国际
社会责任企业的性质，都把它很好的掌握。你做了这些，你才能做很好的教练。好，这是优化选择的思维。第三个呢，就是成长性的思维啊，因为我们在平时启动的过程当中呢，会遇到一些就是有天花板的这样的这个人哈，比如说在这个行业里已经做到相当的成就了，或者是在组织行销里边已经做到多高阶的领袖了，但是他的生命还很长啊。有的人40、50岁已经退休了呀，已经就是守着那个被动收入，啥也不干了。所以稻盛和夫讲这个有能力的人是不能退休的，要永远的去为人类为周围的人贡献点什么就我们要不要有这样的成长性思维，从起点到终点的一个拷问今天我们还可以帮助多少人？我们还可以为社会做出多少贡献？我们还可以帮助身边多少人去解决问题？我们个人可不可以突破一个小圈子，走到一个更大的世界里边？我们愿意先做国有品牌，我们可不可以尝试一个国际品牌？我们原先做一个那个小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个更大的平台？我们原先只是做一个公务员，我们可不可以看到还有更广阔的世界，没有边界的大学去成长？这些是什么呢？我们来追求大的行业价值从追求一个自己所在的行业价值到追求一个大的行业价值里来从你所当时选择那个事物的时代局限里走出来，来看到更大的可以选择的空间。从有平台的天花板这样的一个什么也不能再去成长的这样的一个选择里，走到一个突破天花板和舒服圈，迎接生命的更新和有更美好的未来的这样一个选择里边。所以突破行业的属性，突破时代的局限，突破已有的天花板，就是成长性思维。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财富自由的时候，你就想一想，你为什么要出发？出发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想要帮别人减少病痛那今天你挣到钱了，你就不想帮别人了吗？难道你的初心变了吗？到底想实现什么？成为怎样的一个人？就这些叫灵魂拷问一旦这些得到深入碰撞的时候，人是会想一想的。所以我也谈过几个行业人士有的在咱们系统当中潜水，有的已经现在开始在这个作业里边了。那当时都是怎么都不可能来爱健康创业的，现在为什么都来了？包括我们岳丹老师、雨熙老师，大家都谈了这样的行业领袖千难万难，最后都被启动了。为什么？因为产生了终极思考、灵魂拷问，开始去思考生命本身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我要成为怎样的人这样的一些思维都是启动可以打动人心的。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团队和系统思维就是我们今天燕之哥所给到大家的这份终生的成长。你看我们很多人呢，真的在我们的系统当中潜伏一段时间之后，他就爱上了我们的系统爱上了我们的团队。至于爱健康是什么他可能还没有那么深刻的去认同但是呢，他觉得我们的选择不会错这么多高知高能这么多的这个医学博士教授各行各业的企业家来选择的一个事情叫从 A 能能推出 B 这样的一个结论。所以对系统和团队的推崇非常的重要。推崇的好的你就借力多，你可以用团队和系统去整合资源。所以我们说团队和系统是干啥的？最大的借力就是让我们来去整合资源的。那每天我们都内循环在这里借力，那你对外还可以去开拓呀，开拓市场去整合资源呢。第4个思维第5个思维呢，就是破圈层思维你所处的圈层决定了你拥有什么，会是怎样一个人那很多国内的大家看淘小铺也好这个有品有余也好是不是现在都那个停歇了呀？这个就是你选择什么样一个圈子，你选国内的圈子就这样你选择像有一些就是做新零售的圈子，那多数都是只能花点小钱买东西的人那就是中偏低下的一个圈子他只有小钱他能买得起
他的认知也是只花小钱儿，挣点零花钱，挣点快钱，挣点热钱，像资金盘之类的啊。那今天我们拥有的爱健康，它是个国际这种高净值的圈子为主的，属于中偏上的圈层那我们经常会说圈层的平均的收入就是你的收入，圈层的平均素养就是你的素养圈层的文化就是你未来的想要成为人的样子。我们要不要讲这些呀？所以专业化造就了今天我们在国际化的大生态因为我们走向专业化的道路的时候，你就优化了你的圈层你就拥有了一个国际化的大的生态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所以我们要不要在这些方面去当伙伴提出有一些问题的，用这样的思维去整合。以上呢就是在我们1314当中潜移默化无形的5种思维在引领着我们不同场的1314的效果。如果你会运用，你就会做出非常好的效果；不会运用呢，就打动不了人，是吧？生命影响生命，美好吸引美好，成功带动成功，做不出来。那么这个5种思维之外呢，还有就是教练之问，这就是教练技术了这部分呢我就不讲了就是非常的专业这部分呢我想在我们教练培训再给大家来讲。在我们的燕之歌大学里边有一堂课，应该有一部分大部分有这部分的内容大家想要听想要学的话呢，就是到我们的燕之歌大学进入1314，所有的课程都能出来和它有关的，这些都是属于教练技术的内容今天就不给大家说了那么说一说被启动的效果。当我们进行完一场1314启动的时候呢，会在这3个方面呈现明显的效果。用图来表达的话就是这样的，就是没有自信耷拉着脑袋的情况下慢慢的就是笑容绽放了，然后自信心也回归了慢慢呢就像一个玉树临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找到了全然的自信，向阳而开的感觉这就是我们1314要达到的效果这个过程当中呢，叫厘清了目标调整了认知和心态，调频了，然后做出了很好的这个下一步的行动计划的时间安排。你看，在厘清目标上，明确的下一步要专注的目标事件是什么？清晰的自己要得到的支持和借力的方向都是什么？找到了更多实现目标的可行性那就有信心了呀。第二个呢，就是看到了自己所在的位置我现在所做的事儿到底能不能实现我的目标，能不能达成我的梦想？看到了他在哪些方面不确信的盲点，其实他该信的，因为那是事实，可是他就看不到吗？那要把这些盲点扫除，去提升他的格局和位置，他就看到了，对不对？一旦格局和位置提升了，你就看到了原先看不到的东西。那么认真认真的心态和目标达成之间的关系当我们认真来做这件事的时候，就在接近目标了，了悟到了需要调整的一些方面短板在哪里？团队怎么来给他补位的？修正了原先的抗拒的心态，愿意有强烈的动机，变得更加自信。调心态，调认知，这是双调调频和我们一致。那懂得了这是一个时间的生意，愿意拿出更多的时间，从化整为零到化零为整。什么意思呢？就是用零碎的时间，你可以做出一个大生意来，兼职创业，而不是说这个大目标你看起来好难呢那你要想着把这个大目标分解下去分解下去觉得也难，没关系，我们就从一个一个的小目标开始倒推着从推荐出10个人，我们慢慢实现30-50人，再到100人你想整100人的目标，你分解下去找到3个合伙人，你还没呢，那化整为零是不是就变得难了？那咱就化零为整呗，点点滴滴的进步，成就了最后的大成功。这就是被启动的效果那么综合我们整个的爱敬就是我们在1314的启动，就这40个字：巩固价值，共启愿景，厘清要义，答疑解惑，生命唤醒，激发潜能，量身定做，科学规划，通力合作，切实执行。
实际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要给到大家的划重点啊。其实呢，我做了能有，我觉得我们几个创始人都可能做了上千场的1314，加上 ABC，我觉得你看我们现在团队有2年多的时间了，从来都没有低于过10几个小时作业。你就想一天做一场的话，一天做一场，700-800天，是不是也700-800场？那我们可不是一天做一场啊，我们在开始创业的时候，一天3场都有的。当时没有做这么就是精准啊，就一天谈3场都有的，所以我们一定都超过了上千场。我们几个创始人都超过了上千场，甚至近2000场的1314。我们做下来之后，我给到大家的感受是什么呢？其实所有的1314最后拼的不是技法，你别看有教练技术，有什么思维5思维，但是最后其实啊，都是从对望当中让我们生命相拥，就这种感觉，就是大家浑然一体。我们和被启动的对象，哎呀，成为了就像老朋友一样的，你走进了他的生命深处，他也走在了你的内在，感受到了你的能量，感受了你那份真，感觉到你那一份想要传递给他的那份有价值的东西。这个就叫隔着网跨越千山万水，我们对望当中可以深情相拥。如果你把1314做出了这份感觉，你就做对了，你就做出了效果，一定是的。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生命和生命链接的那份美好。所以1314它为什么叫陪伴？它叫长情的告白，它叫没有就是代价的付出，甚至你可以不去想着结果，你有目标，但是你做的过程当中，你可千万不能想着结果，你必须放下得失心，你才有这种生命没有分别的相互的这种拥抱，这是太重要太重要的一件事情了哈。所以我们在发问、聆听、回应当中，我们如何能够做到生命之间的平等？今天我们在高处去启动伙伴，但是你在启动的过程当中，完全要回到平等里边，聆听每个生命他在想什么，他想要什么，我们应该给他什么，然后把他的优点找到，把他的卡点拿掉，让他能够客观认识自己，找到人生的动能，对未来充满希望。这是我们做1314，你做出境界之后就是这样的，没有法，没有术，全部都是情感的。那第二个呢，就是5种思维的运用还是需要的就是它是无形的那你要有这些意识哈，因为我们的话语是由思维做主导的，欣赏思维、优化选择的思维、成长性思维、团队和系统思维、圈层思维还是要有的。那么这几种思维去创造了什么呢？我们要跟随大势，胜于优势，这是我们总裁讲的。成长是为了成功，一定要拿结果。如果一个平台只让你成长，你最后麻醉了，你终生都在成长里，可是你仍然过着寒酸的生活、苦逼的日子，给不了亲人和家人更好的生活，自己什么样的愿望都实现不了，天天谈成长有意义吗？这叫麻醉性的成长这个叫叫什么自残性的成长这个我觉得成长和成功，成长是通向成功的路一定要走向最后解放了我们自己，让我们拥有3大自由把这样的一些理念传达给我们被启动的伙伴。好，那最后呢，就是会后会做的评估，也是沿着我们会前会要达成的目标、人物启动，还有教练组合发挥度，还有我们的执行度来做这个 degree 4个这个满意度的这个方面的评估那么在这个评估当中呢，我们要不断的去给到我们的参与的伙伴彼此我们的感恩、赞美、鼓励、支持和协助，不要有指责。我们要总结我们做到哪里好，哪里不好但是呢，不要有任何的指责。就是所有发生了的都是最美好的，已经成为过去时了。那么如何享受当下，展望未来？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你看，我们评估目标的时候，达成度是否实现了预想的目标，是否把咨询线都全面盘活了是否有更多的意外的惊喜，关键人物是否都得到了问题的解决，是否达成了他们的行动规划支持方案，是否一条线都被激活了，教练组合作相互推崇做的怎么样，
是否有必要的补台，大家的合作 team 的感觉，是否体现了我们燕之歌的专业水准和精神啊？中间没有开小差的，溜号的啊，然后做着启动的事儿，然后干着别的事儿的啊，这些大家可能都要在一起做评议啊。那启动流程有没有没按流程走的交错棒的或者特殊情况应急处理有闪失的等等这些呢都是让大家在一起互相赋能的过程。那我们也非常鼓励所有的咨询线来一起迎接这份收获，然后也看到我们要启动的对象启动到了什么程度，下一步应该协助做些什么给大家一些共同的规划。所以我记得菲奥娜曾经讲过哈，就是已经做完的事情就不要再去要负面的回馈了，一定要有正面的回馈所以即使有问题也要表扬在先，再去谈问题哈。下一步努力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让大家付出了劳动有非常愉悦的状态。我有时候也愿意找问题哈，就要改正都有做的不够的地方，都有成长的空间哈。好，那我们做134常见的误区都有啥呢？重价值输出变成了项目说明会。你看，我很多时候就讲4P去了，然后自说自唱，忽视了教练组整体合作。就教练组长在那唱单簧。我开始的时候也有这个问题哈，包括我和雨熙老师和瑞娜老师就是合作的时候，就是大家都让我讲结果我就去讲了。那后来发现根本不对劲儿啊，那伙伴怎么成长啊？你必须要放权，必须要相信伙伴，他讲错了也不要紧，一次讲错，二次讲错，第三次就讲的明明白白的。所以要大胆的放手放权要授权互动不够，没有走心的交流没有心和心的这种这个心流的部分这个是做134没有结果非常重要的。发问不够，倾听不够，回应不够，虎头蛇尾，没有进入到行动计划，前面都整的挺好，后边时间不够，人都走了，忘记了目标，被对方牵着走。特别是谈一些比较高能量的人或者是比较自傲的人的时候，人家一说啥，自己被吓着了，不敢回应了，觉得这个问题我答不上来了。所以碰到这样的情况，一定要能量相等的原则当然我们不卑不亢，什么时候都是不卑不亢，不骄不躁就是一定是这样的这个心态下来跟伙伴进行沟通和交流。大不了咱们少说几句，让对方说呗。我记得有一次跟瑞娜老师启动一个 PM 的领导人，让他说了1个小时多，我们才开始讲话的，就让他说呗。我们也了解 PM 德国这家公司咋回事，我们当学习了呗，谦卑下来没关系的。所以呢，就是能够灵活的掌握这个整个的场面控场该退则退，该进则进，进退有余一切都是这个在我们的掌控当中，这是个最美好的状态。好，那么还有呢，就是每一场启动之后，我们一定要做教练手记教练手记包括这些个内容就是你参与的时间，然后教练组成员，你的角色是什么？被启动对象提出了哪些关键问题？被启动对象提出了哪些关键问题？教练组是怎么去发问回应他这些问题的教练组都有哪些重要的发问当然你有则多写有感觉的你就多写，没有感觉的你就略写你有收获的部分你就把它写出来。你学到的教练组重要发问的技巧都有哪些？你是否和被启动对象进行了互动？你看要自查，你有没有唱单簧跟教练组这个被启动对象进行互动？你有没有推崇教练组其他成员？你有没有推崇就是这个团队的被启动对象的领导人？这是重点。你不推崇教练组长也没关系，但是被启动对象的上边的这个协调大使和副组长，这是一定要推崇的，要建立他们在这个启动当中的就是那份专业度的认同，还有他们带着伙伴拿结果的那份努力和付出，这个一定要把它推崇到位哈。那你承担的这部分你完成的怎么样？你主要的收获和感恩都是什么？所以教练技术评段的时候评级的时候，它是要求小时的那个像泰森像这个
很多哈，就是知名的国际的这个教练的评选一般都是分10来个段位哈。那最高的段位，他都要求你教练手记的那个小时算给达到2000多个小时，就是你做2000多个教练手记，那个每一场你都需要用小时把它标注出来，你的小时数达到了2000小时的时候，你才能够成为顶级的教练。你如果没有达到这个一定小时数的时候，你是不能晋级的。所以如果说大家都想在我们的燕之歌从学生到讲师到教练，成为一个卓越的领袖，成为一个最后的在这个行业的教育大家，那我很期待大家去做一个卓越的国际教练为目标，去练好自己的教练手记，把教练手记解好了，这就是你人生的一部大书。你都可以在你做到相当的爱健康的成功位阶的时候，你就可以出书了，甚至你可以去出版卖钱了成为你另一种管道收入都是有可能的。点滴的积累会给我们带来涓涓不断的这个爱的回流很期待大家能重视教练手记。好，那么会后会呢我画一下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1314就是让我们能够从成长到成功，拥有幸福的人生哈，不断的总结经验，提高我们的专业水准用我们生命影响生命，美好吸引美好，成功带动成功，真的是通过1314践行了我们这3句话。你看我们所有的教练们呈现的生命故事和4P 的讲解，是不是生命感动生命的过程？把你的看见，把你的习得，把你对爱健康的展望讲出来用你的生命践行的结果告诉他人。我们所展现出来的所有的教练的品格，你的一丝一毫，你的一举一足，虽然别人看不到，但是能够感应得到，用美好去吸引美好。当然也有很多专业的方面专业的吸引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方法，我们给到大家的规划，是不是能够结果在成功带动成功上来呈现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深入思考的哈。好，那我想最后说，我们1314这个镇宅之宝，一个最大的妙处就是人人可以复制，从启动申请做1314的这样的一个开始，有这样的启动名单了，你就可以做一个协调大使。你提出来要启动谁，然后你就可以慢慢的去做这个协调大使，来去协调这场启动，然后做副教练，做教练组长。那么它就是我们成长的一份美好的旅程这份旅程是伴随着我们无条件的给予伙伴的陪伴，把我们的咨询线，把我们下边的创业线全部打通，让我们可以在这个行业里深耕，去解决这个行业只会牵人不会带人的问题，只会做宽度不会做深度的问题，只会做这个厚度不会做热度的问题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通过我们的亲身实践去创造我们的专业的风度让我们成为就是一个行业的榜样真的让被启动的对象可以感慨那句歌词，长大以后我就成了你。好的，那我今天给大家的讲解就暂时到这里，下一堂呢我会给大家去讲解1314过程当中的教练技术好，我现在把话筒交给大家。